云儿，我把她的皮囊送给你，让你来当公主好不好？宋雪，你果真看得见我。宋雪，你果真看得见我。听声音好像是公主。狗男人，就这么紧张公主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怎么了。救命啊！大鬼啊！公主看上了我夫君，夫君以有家室为由拒绝了公主。第二日，公主就将我的尸身扔在夫君脚下。现在你没有家室，随本宫回府吧。臣遵命。宋雪，你竟连眼泪都不被我掉一滴。你都答应跟我回府了，还抱着那脏东西做甚？云娘与我做过夫妻，我理应送她最后一程。你是怪本宫杀了她？臣是怕她没有葬身之处，魂魄留在世间纠缠殿下。你这杀千刀的负心汉！我才刚死，你就这般巴结公主？你倒是周全。行了，本宫送你出城把她埋了。以后你就一心一意服侍本宫。是，殿下。宋雪就这样上了公主的马车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公主抢走的不仅是我的夫君，还是云荒大陆最可怕的秘术师。事已至此，你何必装深情？快将我尸身埋了，好叫我早去投胎。明明有刀不用，真笨。算你有心。看在你愿意埋我的份上，不跟你计较啦。等你把我埋好了，我再托梦于我爹娘，让他们务必自保，我就能安心去投胎了。下辈子再找公主报仇。云儿，公主是怎么杀你的？公主是怎么杀你的？只是巧合。宋旭，尽快！是，殿下。坏女人，要不是怕投不了胎，我一定变成邪祟吓死你。云儿，告诉我，她是怎么杀你的？哼，有本事就去问公主，问我的尸体算什么？还能怎么杀？在街道上将我拦下，揪住我头发，抽了我好几个嘴巴子，然后命令手下一刀把我砍了。哎呦，烦死了！你又听不见，为什么问？云儿，你受苦了。你都要给凶手当驸马了，还赖这一下行行？
拥抱你泼天的富贵吧，宋旭。只愿下一世我们不再相见。见鬼了！我怎么被拉过来了？不对啊，我就是鬼啊，也没见到别的鬼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何我一离开宋旭就会被圣上拉回来？听说人死后若是有执念，魂魄就会一直留在执念之人身边不肯散去。可我对这负心汉并无执念啊，他都要投入公主怀抱了，我也只想快点去和孟伯涛。对了，是飞，我没有飞，一定是因为这个我才走不了。宋旭，你只顾着巴结公主，也没空给我立个碑，你才是急着要投胎的那个吧？宋旭，还不上车？是。宋旭，本宫总算得到你了。那些参本宫强夺人夫的大臣，本宫得当着你的面把他们的舌头全割了。公主这样做，岂不是成全了他们征臣的名声？好，你有什么主意？微臣以为，不如把他们的舌头留着，让他们在公主与微臣的大婚之日当众诵读祝词，不等公主满意，不能停下，叫全城百姓看尽他们洋相。这果然很有趣，宋旭，你很合本宫心意。哦，男女怎么下的车？回禀殿下，有刁民拦路申冤，惊扰了公主。是什么人不要命了？宋旭，你这杀心党的负心汉，还我女儿！娘！宋旭，出来，还我女儿！我家女儿好端端的嫁入这宋府，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，就当街被人杀死。你们要帮我们！你别叫了，娘，你快起来，没用的，光圈难挡。公主作孽，女儿不想再连累爹娘了，你们要保全自己啊！乡野粗人，敢在本宫面前放肆，拖下去斩了！你这无耻毒妇，你害了我，还想害我爹娘！就是我放弃投胎，化作邪祟，也要护我爹娘周全。什么？宋旭，你是不忍还是不舍？殿下，今日是你我大喜的日子，还是不要见杀戮的好。那你说如何处置才好？芸娘的父母是乡下人，将他们赶回去，永不能继承殿室。此事我愿为殿下代劳。宋旭，方才本宫要割那帮臣子舌头，你不让；如今本宫要杀这两个刁民，你还是不让。你到底是向本宫献策，还是有心阻拦？公主，微臣自然是一心献策。这对粗野夫妻今后若不得进朝，也没了女儿接济，早晚会流离失所，失去生机。钝刀杀人，岂不更生快乐？你当真如此想？微臣绝无二心。好，就依你说的办。本宫还有个条件，本宫要你当众狠狠掌掴这对刁民，再将他们赶出城。微臣领命。
初是你求着我们将云儿嫁给你，如今你立了战功，受了封杀，云儿她却死了。你这个负心汉，把云儿还给我们！我本是农家女，意外救了摔下山崖的宋旭，因而结缘。成亲不久，宋旭便被选去西海征战。3年后，大军凯旋。我回来了。我正担心他会不会已经忘了我，可他跳下马，飞奔到我身边，将我紧紧抱起。我们回家。他说，他立了战功，要把我爹娘都接进城里来，过好日子。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家了。真的吗？陛下封我为将军了。哇，圣旨啊！他说要和我白头到老，永不分离。看看我们的家。但我没想到，如此却是天人相隔。还我女儿！还我女儿！宋旭，还不动手！来人，将这对刁民赶出城。是。不要！宋旭，你个负心汉，放开我！务必安顿好。爹，爹娘，女儿不孝，有变了。宋旭，你做得很好，上车吧。愿为公主分忧。狗男人，早知今日，我就不应该救你，让你在石崖底下摔死。如今我做了鬼，你爹娘在面前受辱，也什么都做不了。再动气，又如何呢？参见公主。哇，真豪华，得有10个宋府大宝，难怪宋旭抵挡不了当驸马的诱惑。怎么，你好像不太开心？殿下，臣昨日才回京，有些疲累罢了。不过有话只管说，没有什么是本宫做不到的。我与殿下尚未大婚，其实不该这么早就入府。这又何妨？本宫已经将我们的事同父皇说了，父皇宠我，明天一早赐婚的圣旨就到了。明日，这毒妇一杀了我，就立刻提着我的尸身去了宋府，哪有时间和圣上商量？除非圣上昨天只是表面上同意了宋旭的婉拒，私底下却连赐婚的圣旨都写好了。原来公主杀我是圣上默许的，我一直以为圣上是个明君。宋旭啊，宋旭，你就是为这样的皇帝苦苦征战了3年。如此甚好。公主，今夜微臣就宿在客房，静候赐婚圣旨。怎么还要睡客房啊？本宫都不介意，你何须介意？宋旭，你莫不是在为那村妇守贞？真是蛮横。公主误会了，微臣依礼而为，盼的是跟公主白头到老。今夜居于客房，是因为微臣还要为公主准备一份礼物。礼物？你要给我准备什么？微臣斗胆，求公主赐一缕头发。大胆！你要他头发做什么？你如此大胆，要本宫头发何用？微臣于西海征战时，偶得西域术士所救，无意学得一个同心结。哦，以公主头发和微臣头发做结，以西域独特方法编织后系在身上，可保夫妻恩爱百年。宋旭啊，宋旭，真没看出来，你一个武将就能如此谄媚。你有此心，好。本宫赏你了。谢公主。今晚准你睡客房，明日大婚之后，你可逃不脱了。是。为什么我不能离开他呢？也不知道爹娘怎么样了。啊，
都怪你！大半夜了不睡觉，看着公主头发发呆，真是想当驸马爷想疯了！骂的就是你！哼！你看得见我？今晚的月亮真圆。莫名其妙，看什么月亮？吓死我了！不对，我已经死了。月亮真的很圆，也不知道这个负心汉还记不记得昔日的约定。宋旭去西海打仗前，我们曾约好每夜都一起看月亮。云儿，你看，即便你我相隔万里，看到的月亮却是同一个。想你的时候，我就看月亮。我等你，待你凯旋，我们便夜夜靠在一起赏月，永不分离。那些日子，我日日期盼着与他重逢后，靠在一起赏月。思念的苦楚，全靠这月光冲淡。真想不到，我们再一次一起赏月，不是隔着千里，却是隔着阴阳。我真蠢，他又听不见。云儿和公主的头发都有了。我的头发？他埋我的时候剪了我的头发。宋旭明明说要用自己的头发跟公主的头发编同心结，怎么用我的？我跟公主的头发编在一起，算哪门子的同心结？也不知道云儿觉得公主漂不漂亮。我都死了，你还问我别的女人漂不漂亮？你就那么喜欢她，即便她把我杀了，你也惦记着她的美貌。云儿会喜欢公主的皮囊吗？大哥，她把我杀了哎！再漂亮，我也只会恨她。不过你要说皮囊吧，那蛇蝎星城的公主确实美得惊心动魄的。若我也长成她那样，兴许你面对我的尸身时，就会落泪了吧？天下哪个女子会不喜欢漂亮的皮囊呢？而且，她除了漂亮，还是公主啊。当公主多好啊！住着这金碧辉煌的公主府，还有那么多人伺候，深受圣上喜爱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甚至能强抢别人的夫君。也不知道我下辈子投胎能不能也当个公主过过瘾。这个人真是色令智昏，竟然想公主的美貌，都想乐开花了。不过宋旭，他心如蛇蝎，手段歹毒。今天他为了你杀我，你怎么知道他哪天厌弃你了，或者看上了别人，不会故技重施，把你也杀了？编好了，这次定不容有失。什么破解，还不容有失？我看你满心满脑当驸马的心倒是不容有失，你就自求多福吧。云儿，我把她的皮囊送给你，让你来当公主好不好？宋旭，你果真看得见我。宋旭，你果真看得见我。听声音好像是公主。狗男人，就这么紧张公主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怎么了。救命！闹鬼啊！闹鬼也敢往里闯，为了公主，你还真是不要命。
你们别过来！你们别过来！殿下，殿下，你怎么了？苏萱，有鬼！有鬼！你看不见吗？啊！鬼呀！公主，这里只有你我二人，并无鬼怪。苏萱，你看不见，他们就在四周，几十个，不，几百个，对着本宫张牙舞爪。殿下，微臣什么都没看到。这公主发什么疯？这里明明只有我一个鬼，哪来几百个？大姐姐，你也是被公主害死的吗？小妹妹，你也是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小月，我和我娘在街市走着，没有及时避开公主的马车，她就把我们都杀了。之后我和我娘就一直徘徊在公主府周围。那你娘呢？我娘被拦在公主府的结界外了。结界？公主害了好多人，都想找她报仇，但公主府有个强大的结界，大家都进不来。这么多年，我还是第一次在公主府里碰到其他鬼呢。大姐姐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是被他带进来的。小月，刚刚是你在吓唬公主吗？我没有力量，吓唬不了人，所以才能穿越结界。大姐姐，我还以为是你吓唬的公主呢。我？你一来，她就被吓破胆了呢。我还跟娘说，我们遇到了救星了呢。哎，我可什么都没做。今天来公主府的人可不止我，难不成是宋旭动了什么手脚？自我跟着宋旭入公主府以来，公主和身边的下人都没有察觉到我的存在。但是刚刚我和宋旭赶来，明明看到便有的事，都被闹鬼吓破了胆。救命啊！这就奇了，他们跟公主一样，看不见我，却能看见这不存在的闹鬼。如果不是宋旭动的手脚，为什么他是个例外？刚刚婢女侍卫也被吓破了胆，为什么独独只有你没有被百鬼侵袭？只有微臣没被百鬼侵袭。对，莫非是因为这只锦囊？这是什么？微臣在西海行军时，夜半常做噩梦，一个云游术士告诉微臣，这是因为西海杀孽重，微臣花重金求他帮助，他便给了微臣这只锦囊，说可以保微臣不受惊扰。他在西海噩梦缠身，为什么从没有在家书中提过？这些年，他竟过得这么艰难。既然这锦囊这么灵验，就给本宫用用吧。这个公主抢人东西抢上瘾了，真是无耻！殿下想要拿走便是，微臣的东西都是殿下的，正好，微臣已经编织好同心结，就让微臣将同心结放入锦囊之中，一同赠与殿下好了。宋旭，本宫没有看错你。心疼男人果然会倒霉。不过，他把我跟公主的头发编到一起，又让公主戴在锦囊里，他想干嘛？摄魂术第一步完成了。都怪那些该死的贱民，死了也不安生。明天我就找术士来，把他们都除了。只怕长夜漫漫，微臣这小小锦囊撑不到明日。那怎么办？除了这锦囊，微臣在西海还跟那术士学了点雕虫小技，不如让微臣试试，也许能为殿下排忧解难。宋旭这张大还学过法术了。好，
宋旭，你姑且一试。姐姐，这个大哥哥看起来真的会法术哎，我们不会被灭了吧？喂，你可别杀我啊！破！小月，你没事吧？嗯，什么破法术，分明是个半吊子。公主，微臣施术成功了，您感觉如何？臭男人，施法献媚不成，等着被公主数落吧。都没了，都没了，太好了！既如此，说明百鬼已被微臣灭除，公主可以放心了。好，宋旭，今晚你就守在我房门口，万一还有别的鬼过来，你替我督促。微臣遵命。这俩人在说什么啊？什么灭除啊？宋旭明明什么都没做啊！除此之外，本宫还要跟刚刚丢下本宫的贱人算账，都给本宫滚进来！公主饶命！饶命！本宫要将你们千刀万剐！这个毒妇又要害人！公主，百鬼方出，如果再添杀戮，恐怕生变。为了公主安全，微臣以为，不若暂时将他们关押，以后再做打算。你帮本宫除鬼，本宫都听你的，暂且留你们一条狗命。谢公主，谢驸马。公主好生休息，微臣为您守门。宋旭如果真要帮公主，为什么骗她说已经将百鬼灭除？但宋旭如果要害公主，他又想做什么呢？哼，等我炸一炸你！宋旭，别装了，我知道你看得见我。你不但看得见我，还看得见小玉吧？你再不理我，我就把你跌下山崖的糗事告诉小玉。哥哥这么帅，一个个的糗事。宋旭，我生气了，我要变成邪祟，把你和公主都杀了。宋旭，宋旭，宋旭，大姐姐，他好像睡着了。看来他压根看不见我。刚刚他跟我说的那些奇奇怪怪的话，只是巧合吧？大姐姐，我要去找我娘了，你要跟我一起吗？我没法离开他太远，只能在公主府内活动。那明天我再进来找大姐姐玩。好。为什么我没法离开宋旭？是他对我做了什么手脚吗？宋旭，你到底在打什么算盘？好烦，做了鬼，觉都不用睡了，漫漫长夜要我怎么办啊？他要干嘛？做鬼，睁开眼睛就来看人家睡觉。你守了我一夜。是，好在这一夜，再没有邪祟之物出来打扰殿下。这男的还好意思说自己守了一夜，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这么油嘴滑舌，会骗人。宋旭，本宫定会好好待你。公主，微臣扶你起来。把我绑在宋旭身边，就为了让我看这个抖动手脚的人，我真是够变态的。殿下，你怎么了？殿下！宋旭，不知怎么，我觉得好累，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。平时杀人那么麻利，
现在得装柔弱了。殿下身体不适，要不请宫中太医来瞧瞧。也好，父皇知道我不舒服，一定会很心疼我。公主并不大碍，只是受了惊吓，吃些安神药，卧床静养即可。有劳太医。驸马，奴婢这就去为公主熬药。我不放心，公主，就让微臣为你亲自熬药吧。公主，药好了。真是没眼看啊！神明啊，如果真有下一世，让我也做了公主，享享清福吧。会的，等他喝完这些药，你想要，我都会为你做到。这么多地方不做，偏来跟我挤。是我最近看的画本，还以为死了再也没机会看画本了。这可是我生前最爱的消遣呢。宋旭知道我喜欢看画本，成亲后，他经常陪我去街上买新画本。都喜欢，就全买下吧。你也好早些收摊，回去跟家人团聚。感谢夫人，您真是有福啊！后来他去打仗了，我一想他就看画本，沉浸在画本的世界里，我就能暂时把他忘了。这画本是他刚回来时给我买的，我刚看到一半就死了，没想到他竟然带来了公主府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死了，你不把画本烧给我，我自己私藏。啊，这是我做的书签，别从头看啊，我刚好看到这一页。翻页，翻页。这死也太心狠了吧，咋能抛妻弃子呢？多亏这毒妇昏睡了一整天，看了一天画本，开心啦！这个毒妇如果能这么一睡不醒就好了。快，还需几日便好。公主殿下，你快醒醒！皇上派人来传了话。宋旭，来扶本宫。父皇传了什么话来？皇上说，因公主身体抱恙，不宜操劳，故而你和驸马的婚期延后，驸马也不宜在公主府久留，在婚期定下以前回府暂住。什么？奴婢不敢欺瞒。父皇怎能这么决定？不行，本宫要去见父皇，婚期不能延后，宋旭也不能走。殿下，你身体尚未康复，不宜入宫面伤。圣上爱你的心情，殿下还是遵从旨命。微臣愿意回府暂住，至于婚期，就由圣上定夺。你懂什么？父皇最宠我了，他一定会同意的。殿下，你熟睡之际，微臣又为你熬了一碗药，已经不烫，殿下先喝药吧。哼，驸马位子不稳，都不耽误你当马屁精。宋旭，
是为你好，你怎么这么对他？宋旭，你可真是怪事。你不是真的喜欢宋旭，也许那天只是看他好看，就想玩玩，据为己有。就像他想要一枚簪子，一个锦囊一样，却没想到宋旭竟然敢当众拒绝，让他丢尽脸面。所以他才决心不择手段，也要得到他。虽然他是为了得到你才杀了我，但我也不怪你在滔天权威面前以我揭示蝼蚁。就算你当上了驸马，有公主这样的妻子，你的后半生肯定也不会好过吧？你自求多福。让殿下不开心，是臣的不是。臣再去熬一晚。这男的怎么这么窝囊？我刚担心他干嘛？本宫知道，一定是那个芸娘搞的。我一杀她，府里就闹鬼啊，害我生病，惹得父皇担忧。我要派人去找芸娘爹娘，把他们都杀了，看他还敢不敢兴风作浪！你说什么？你府里闹鬼，是你自己作孽太多，关我什么事？你凭什么杀我爹娘？苏旭，你劝劝他呀！我知道你听不见我说话，可你那天不是替我爹娘解了围吗？今日一定也会帮他们的，对不对？只要殿下开心，那些刁民，殿下想杀就杀吧。来人！公主有何吩咐？你带人去将前日那对拦路被赶走的刁民杀了。是。好，原来那天替我爹娘说话不是真心的，说我受苦了，要将他的皮囊给我也不是真心的。好，好，苏旭，我要变成邪祟，把你和公主都杀了！我要把你们都杀了！不能转生，没关系，就算灰飞烟灭也没关系。这一生虽然短暂，能做爹娘的女儿，便是最好的一生。你们都去死吧！把你们都杀了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记得公主说要杀我爹娘，宋旭也不帮我，我气急，打算变成邪祟杀了他们。可就在我变成邪祟的前一刻，我突然晕倒了。我也会晕倒的吗？一定还是宋旭，他又对我动了什么手脚。微臣参见陛下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皇帝，他怎么来公主府了？我究竟昏迷了多久？爹娘是不是已经遇害了？搞清楚之前，我先不动手。如果爹娘真被害了，皇帝也得给他们垫背。父皇，女儿的身体已经好多了，你就答应给女儿赐婚吧。你就一定要他做你的驸马？父皇，女儿是真心喜欢宋旭。你看，公主府闹鬼，也是宋旭摆平的。女儿受了惊吓，亦是他将我照顾好的。他做的事，朕手下的术士也都能做。皇帝手下竟还有术士？也对，公主府有结界，但术士一定很厉害。难怪小玉说从未见过公主被鬼魂吓过，但偏偏宋旭来的这一天，公主却被不存在的百鬼侵了。难道真是宋旭做的？父皇，您就答应女儿吧。父皇，如果您不答应女儿，那女儿以后就再也不理您了。也罢，朕答应你。3日后，朕为你和宋旭举办大婚。谢父皇。微臣谢主隆恩。臣恭送陛下。宋旭，你开心吗？开心。骗人！你不开心，甚至有一丝担忧。上一次看到他担忧的面色，还是公主看上他的那晚。他到底在担忧什么？
宋旭，婚礼准备就交给你了。本宫最近总是困乏，要好生休养。是。还不知道爹娘怎么样。这2日，我几次尝试化身邪祟，可怨气一攒就散，根本聚不起来。想来我也是个无用之人，活着保护不了自己，保护不了爹娘，就连变成鬼，也无法向公主报仇。驸马，婚礼用的珠钗首饰送到了，需请驸马一验。我知道了。哇，当初我和宋旭成亲，宋旭已经很舍得花费了，规模排场，爹娘很是满意。今日看了公主的准备，我才知道什么是小巫见大巫。这黄金，这珠宝，这都是那毒妇送过来的民脂民膏。这么多宝贝，如果分给村里那些饭都吃不饱的大叔大娘们，该多好啊！皇帝手下的术士，真是术士啊！他去公主房间了，难不成此人便是那个为公主府施加结界的术士？不好，这术士一看便法力高强，倘若公主府闹鬼之事真是宋旭所为，那他一定会被发现的。宋旭，大事不好了！皇上派术士来查你了！我真傻，明知道他听不见，还喊什么喊啊？算了，做鬼也得做个明白，我自己去看看他到底什么来路。都验过了，收起来。是。他果然是皇上派来的。天元地方律令9章，一切有些不得进前，即如律令。宋旭，这术士看上去法力高强，我什么都帮不了你。谁给你东窗事发被害了，我只能教你怎么当鬼了。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宋旭呢？殿下，我奉圣上之命入府彻查闹鬼之事，还请殿下不要再接触宋旭。什么？那宋旭居心叵测，他对殿下所行的法术，还有他献上的锦囊，其实是……行了，你技不如人，结界失效，本公主差点被众鬼索命，没有降罪于你，以示宽容，你怎敢攀咬宋旭？要不是他，本公主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这毒妇怎么打岔呢？我还想听听这术士说说宋旭到底做了什么呢。公主，请您相信微臣。微臣方才在府中仔细查探过，宋旭他……刚刚那道光是邪祟，是谁穿过了公主府的结界？毒妇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来人，快来人呐！不管这邪祟是哪来的，能杀了这毒妇，你算为我报仇来！嘿，加油啊！住手！殿下，您没事吧？他要杀我，有人要杀我。没事了，殿下，他已经死了。臭男人，英雄救美来的这么及时，我差点就能报仇了。
为了救你，公主现在还不能死。宋旭，你说那术士是被邪祟驱使，可是公主府明明有驱鬼结界，邪祟是怎么进来的？破！小月，你没事吧？什么破法术，分明是个半吊子。邪祟无法越过界限，却可以提前附在人身上混进来。心术不正之人最容易被邪祟附体，想来那术士便是心术不正，早存了谋害殿下之心。原来如此，宋旭，多亏有你在本宫身边，本宫才能多次化险为夷。往后，本宫只信你一人。待会儿本宫就传令下去，往后只有你能进出本宫的房间。微臣谢公主信任。只信宋旭一人，皇儿难道连父皇都不信了吗？参见陛下。父皇，父皇，那术士心术不正，被邪祟附身，险些害了女儿。若非宋旭救驾及时，女儿已经和父皇阴阳相隔了。你这毒妇，害的人阴阳相隔还少吗？他乃国师亲传弟子，为朕办事多年，忠心不二，怎会心术不正，被邪祟附身？父皇是不信女儿？不会，朕是觉得事有蹊跷。蹊跷？公主府昔日安稳无事，驱祟结界也固若金汤，唯独是这个宋旭入府以来，接连出事。这难道真是巧合？父皇，这段时间一直是宋旭在保护女儿。皇儿不必多言，朕自有定夺。宋旭，臣在。自你出现，公主府便风波不断，你作何解释？这狗皇帝虽然昏庸，纵容公主作恶，但还真有几分洞察力。宋旭这关要怎么过？陛下，微臣照顾公主不力，才让公主连年受惊，微臣知罪。臣愿厚颜婚期，直至让陛下看清微臣对公主的真心。真心？倘若你真包藏祸心，朕今天就砍了你！父皇，宋旭若真有祸心，何必三番四次救女儿？未必，他兴许是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，慢慢的加害于你，这样才能跟他撇清关系。宋旭这段时间肯定是在公主府做了什么的，难道我都没看明白的事，已经被这狗皇帝看破了？朕知道，这段时间公主的药都是你亲自熬制，倘若你真要动手脚，这是最好的机会。朕今日就要让人来细细查看公主的身体，你失踪时间，今日一验便知。太医，为公主诊脉。是。他真的在药里动手脚了吗？可是他要害公主做什么？他不是要当驸马吗？皇上，诊脉已经完成，公主的身体如何？可有异样？回陛下，公主的身体并无异样，就连过往脉里的一些顽疾也都好了不少。近来公主连连受惊，精神萎靡，身体却如此强健，想必是得到了悉心照料。是宋旭的功劳。你可有看错？皇上，微臣是据实直言。父皇，我就说您错怪了宋旭嘛。所以这臭男人真是在悉心照顾公主，连老毛病都给他顺手治了，这是生怕不能跟公主白头到老。这是生怕不能跟公主白头到老啊！宋旭照顾公主有功，赏黄金100两，但公主接连受惊，精神萎靡，需要休养，
勿以操劳。你们的婚期就继续后延吧。臣遵旨。父皇，你看看，你这精神哪能大婚？恭送陛下。哼！传令，令国师回京。公主，微臣该去为您熬药了。狗皇帝对宋旭的怀疑确实有点道理。哼，之前不想看这个臭男人为那个毒妇忙前忙后，我都躲得远远的。今天还要一眼不错的跟着，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这是太医给的药包。这不是太医给的东西，宋旭真的在搞鬼。驸马，属下有要事禀报。殿下下令，除我之外，任何人不得进入房间。你有什么事，告诉我就是。是毒妇派去杀我爹娘的侍卫，他回来了。难道？殿下吩咐属下处死芸娘的爹娘，属下，你结巴什么？属下赶到芸娘家时，只剩个空房子，属下四下搜寻，却始终找不到他爹娘的下落。属下知道完不成殿下之命乃是死罪，还请驸马爷替属下求情，饶我一命啊！爹娘没死。太好了，真是老天保佑。只是，爹娘怎么会突然搬家？殿下身体不适，此事他不必知道。你下去吧，我会保你无事。谢驸马爷救命之恩，谢驸马爷。是你吗？是你让我爹娘搬家的，对吗？当初赶走我爹娘的时候，我就跟手下人交代了这件事。不要！宋旭，你个负心汉，放开我！务必安顿好。谢谢你，宋旭。即便你此刻正为我的仇人鞍前马后，我也真心的谢谢你。皇上迟迟没有定下婚期，公主身体好转了一些，便不时带着宋旭出门游玩。多亏这样，我才能从公主府出来透透气。不过跟在他们后面，看他们如同寻常夫妻一般逛街看戏，感觉还是怪怪的。宋旭曾说，这是他与民女的定情信物。公主还是那个暴戾性子，看谁不顺眼就想杀人。大胆！你怎么带这个样式的发簪？对不起，但好在都被宋旭阻止。慢慢的，公主的杀意消减了许多，好像真的转了性。想死吧你！对不住，对不住。路上有人撞到他，住手！他也不生气了。赏。这还赐人银两。拿着，公主赏你的。也许宋旭真的能改变公主，那也算好事一桩吧。往后再也不会有无辜百姓死于公主刀下。如果这便是宋旭想做的事，想要的未来，那我愿意衷心祝福他。只是后来我才知道，宋旭想要的从来都不是改变公主，他要的是让公主的性格变得更加像我。你这样夜夜看月亮，不会是有点想我吧？哼，不，我下辈子都不要再对男人抱有希望了。时间到了。啊？什么时间到了？你去哪儿？干嘛啊，宋旭？你说什么时间到了？大姐姐，啊，小玉，好久不见了。
大姐姐，这段时间我都在跟娘商量以后怎么办，就没空找你玩。今天娘终于决定要带着我一起去转生，我是来跟姐姐道别的。你们放下对公主的仇恨啦！不止我和我娘，守在外头的不少朋友都因为公主现在不再杀人，放下了仇恨去转生了。现在只有极少几个依旧想要报仇，还守在公主府外等待机会。大姐姐，你是怎么打算的？现在只有极少几个依旧想要报仇，还守在公主府外等待机会。大姐姐，你是怎么打算的？我也想早点去过下一辈子，可是我走不了啊。你是不是舍不得那个大哥哥？怎么会？是他不知道搞了什么鬼，把我困在身边，我才走不了。那就是大哥哥舍不得你呀。也不是，他就要当驸马了。这是怎么了？公主府的结界要破了。什么？什么？不好！若公主府的结界真破了，外面那些留下的肯定要冲进来报仇。苏洵一直在帮公主，他们不一定会放过他。小玉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大姐姐，你尽管说。待会儿你跟我进去，守在宋旭身边。结界一破，如果有你的朋友想对宋旭动手，你帮我解释一下，好不好？大姐姐，你果然不舍得那个大哥哥才不走的。随你怎么想了。小玉，你先答应我。好，大哥哥和大姐姐都是好人，我一定会保护你们的。乖小玉，走。走。臭男人，还在享受温柔乡，待会儿让你受。月儿，你来了。你说什么？大姐姐，他说云儿，他在跟你说话，他能看到你。不，这不可能啊！我试探过很多次了。宋旭，你在说什么？殿下，我说时间到了。不！大姐姐，结界破了，他们要来报仇了。大姐姐，他走过来了，他真的看得见你，大姐姐。云儿，你不是说下辈子你也想当公主吗？我把她的皮囊送给你，让你来当公主好吗？他把我跟公主的头发编到一起，又让公主戴在锦囊里，他想干嘛？摄魂术第一步完成。真是没眼看！神明啊，如果真有下一世，让我也做公主，享享清福吧。会的，等他喝完这些药，你想要的我都会为你做到。苏洵，迎接新生吧，我唯一的公主。